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老师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萨克戏码。大家知道最大只的萨克管有多高？那最迷你的又有多小吗？今天我要来跟你说说这个关于巨无霸与小不点的故事。还记得这张全家福吗？没错，这就是我们快乐的萨克大家族。有没有发现，在高音萨克管的上面有一只长得很像 alto 萨克斯风的乐器呢？它就是高音萨克管的双胞胎，是异卵双胞胎。弯管高音萨克管。林老师从前一直以为早期所有的萨克斯风大概都长得跟烟斗一样吧，因为这才是萨克斯风的注册商标嘛，所以最早的高音萨克管应该也是弯的才对。但是为了要让机械性，也就是按键的排列距离好一点，所以把它拉直了。其实不是哦，按照阿道夫的手稿，高音萨克管最原始的设计跟降 B 调竖笛一样是直的。至于是怎么变弯的呢？目前能找到最早的资料是美国乐器大厂 Kahn 在自己出版的期刊中发表的新款弯管高音萨克斯风。设计理由呢，跟我想的刚好相反，是为了要摆脱竖笛的形状，这才是真正的原因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这两种不同设计的乐器吧。你发现了吗？弯管高音萨克管在音色上，由于弯管的设计会比直管更柔和圆润一些，但是就机械性而言，同样数量的按键要分布在较短的距离上，就显得稍微拥挤，而且没有那么容易驾驭。虽然现在我们比较常见到的是直管的乐器，但是两种不同设计的高音萨克管都各自有着它的拥护者。那你喜欢哪一种呢？上一集中提到了 C 调及 F 调家族的没落和降 B 降 E 调家族的崛起。那高音小弯管是家族中的末代成员了吗？如果你以为萨克管家族发展到这里就停了，那可就大错特错咯。真相到底是什么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还记得阿道夫原始设计图中的波动雄风吗？就在1999年，德国乐器制造家班尼迪克特·埃佩尔斯海姆 Benedict Epstein 帮祖师爷实现了这个153年前的梦哦。这位鬼才专门挑战超高音及超低音乐器制造的领域，他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支的下贝低音萨克管，并将它命名为 Tubax。这是一个混成词，取自低音号的 tuba 和萨克斯风的 sax。第一支被制造出来的 Tubax 其实是一支降 E 调的贝低音萨克管，它的音域和一般贝低音萨克管一样，但是尺寸却小了许多，因为埃佩尔斯海姆将管子绕了很多圈。之后他才接着制造下贝低音萨克管音域的 Tubax， 它的调性跟低音萨克管一样是降 B 调，但是再低一个8度哦。不过由于它喇叭口的比例比一般萨克管小，管身也比较细，这个就成为它是否该归类于萨克管家族的争论点了。而且以外形来说 ，Tubax 反而比较接近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Sarrusophone。因此，2012年的9月，他另外制造出了一支全尺寸的下贝低音萨克管，高度有225公分，这样别人就没话说了吧？在地球的另一端，2013年的7月，巴西乐器制造商杰勒斯坦纳 Jelly Steiner 也制造了一支高280公分的下贝低音萨克管，并且在同一年的8月3号获得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，是全世界最大支而且可以由一个人独立演奏的萨克管。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军备竞赛的概念嘛。图上摆在它旁边的是低音萨克管，当场是不是小了好几号呢？接着，他们也制造出了类似 Tubax 的压缩版下贝低音萨克管，但是管径比 Tubax 更接近全尺寸的乐器。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几支巨无霸的声音到底有多低吧。我们先从全尺寸的乐器开始。
再来是压缩过的版本。这4种乐器的音域和调性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我们明显的可以听出来管径设计的不同对音色的影响。美洲代表队因为颇丰腴的体型造就了更大的共鸣，而欧洲代表队由于较修长的身材，因此在音色上集中了许多。不过这就跟直管和弯管高音萨克管一样，音色是非常主观的东西，就看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声音咯。其实并没有哪种比较好这样。看完了音孔盖跟碗弓一样大的巨无霸之后，我们再来看看埃佩尔斯海姆另外一个极端的杰作，可以摆进餐盘里的小不点 Soprilo 背超高音萨克管。它的身高只有33公分，但是光吹嘴就占掉了3公分。它经过了无数的计算和实验，在2003年制造出了这个全新的品种。Soprilo 跟高音萨克管一样是降 B 调的乐器，但是要再高一个8度。因为尺寸实在太小的关系，它的最高音只到降咪而已。我想应该是没有地方可以钻洞了吧？这个小不点的声音有多高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。然后把家族里这2号人物摆在一起，大概会是这样的一个概念。这2位的出现呢，把萨克斯风家族的音域更推向了极限。其实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各种不同材质、不同设计、不同调性，甚至是长相相当怪异的萨克斯风，而且数量还在持续增加中。看来大家都想尽了办法要挤进这个帅气又酷炫的第一家庭呢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边听着荷兰古典萨克管巨擘 Arno Bonkamp 用滑管萨克斯风演奏《动物狂欢节》中的天鹅，再一边看看这些设计各具特色的萨克斯风吧。以上是今天的节目，谢谢收看，希望你们喜欢。这里是萨克戏码，我是林老师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